今天我们来聊聊30而立这句古老格言，为什么在现代台湾似乎变成了一个笑话？当传统的30而立理想撞上残酷的现实，台湾年轻人正集体陷入不婚不生不离巢的循环，房价与物价齐飞，薪水却低得连养活自己都困难，成家立业早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。30岁本该自立自强，如今却仿佛成了一场颠覆期待的荒诞剧。这到底是年轻人变得懒惰退缩，还是现实环境逼得他们别无选择？30而立出自先贤孔子的教诲，意思是人在30岁时应该奠定事业基础，能够养家糊口并承担家庭责任。长久以来，社会都以这个年龄作为衡量成年人成就的里程碑。然而时移世易，如今许多奔三的年轻人却远未达到传统所期待的那种立的状态。他们中越来越多人既没有步入婚姻，也没有生儿育女，甚至还住在父母家中，迟迟未能独立开创自己的小家庭。长辈常常叹气，30岁了还没有大人样。但我们不禁要问，当下的年轻人真的是不愿长大吗？还是外在环境已经大不相同？为了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妨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缩影。30岁的阿凯每天清晨醒来，睁眼看到的是儿时熟悉的房间。没错，他依然和父母同住。在餐桌上，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，一边唠叨，都30岁了还不赶快成家，今天记得去相亲。阿凯嘴里答应着，心里却苦涩不已。相亲，他连女朋友都没有，拿什么去谈婚论嫁？更何况就算交了女友，他拿着每月3万元出头的薪水，别说买房，连租房都嫌吃力，又怎敢轻易求婚组建家庭呢？阿凯穿上西装，出门挤上通勤的捷运，车厢里满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上班族，有人顶着黑眼圈打瞌睡，那是昨晚加班到凌晨的后遗症。另一旁，有人滑着手机，看到新闻上写着不婚不生世代来临，不禁心有戚戚焉。阿凯望向窗外发呆，脑中盘算着本月的开支。房租倒是省了，因为他住在父母家，但月底还要缴学贷，加上日常吃穿用度，所剩无几。他想起大学死党上周办婚礼，婚宴上热闹非凡，自己心里也替朋友高兴，但看着朋友谈起已背上沉重房贷的压力，他又暗自庆幸至少目前还不用背负那样的包袱。这一刻，阿凯心中五味杂陈，有对未来的憧憬，也有现实的无奈。他多希望自己30岁真能站稳脚跟，但残酷的事实却让他只能继续低头赶赴公司，开始又一天的忙碌打拼。事实上，像阿凯这样30岁还未成家的年轻人，在台湾已相当常见。透过一些统计数据，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这股不婚不生不离巢潮流有多么普遍。先来看看几个残酷的现实数据。台湾的结婚率近年来大幅下滑，适婚年龄介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中，未婚人口比例高达6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在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岁数时仍维持单身。不仅如此，生育率也屡创新低，少子化危机日趋严峻。2025年全台新生儿数仅约10万7千人，和10年前相比几乎腰斩，年出生率跌至全球最低的行列，几乎每过一年都在刷新历史新低的记录。可以说，如今的台湾年轻世代正集体选择不婚不生。同时，许多年轻人即使工作多年，却依然不离巢。有统计显示，30出头到40岁左右的族群中，将近一半的人仍旧住在父母家里。相对地，真正已经买房自行成家的不到1/4。换句话说，多数人在30好几时仍没有能力或机会搬出父母的屋檐下自立门户。社会上把这些长期赖在家中的年轻人称为啃老族，意思是靠啃食父母老本过活的族群。这个称呼听起来虽然刺耳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现象如今相当普遍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集体现象？归根结底，经济现实的压力是最大的元凶。首先是低薪问题，缠绕台湾多年，许多上班族感叹薪资水准停滞不前，毕业10年竟和起薪差不多，被称为薪资冻涨世代。所谓 22K 更成了经典名词，大学毕业生起薪22000元左右的窘境曾广为人知。
尽管今日略有提高，但整体而言，年轻人工资仍然偏低。根据统计，目前未满30岁劳工的月薪中位数大约只有3万出头。试想，在大都市里，一个月3万出头的收入要应付房租、水电、交通、三餐，往往所剩无几，更别说存钱买房或养育子女。许多年轻人满怀理想投入职场，却发现无论怎么努力，领到的薪水依然无法让自己过上有保障的生活。这种巨大的落差感，无疑让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沮丧。更严峻的是，不少年轻人甚至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难以获得。台湾整体失业率虽然不算高，但20多岁族群的失业率却远高于平均水准。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对口的理想工作，只能暂时从事服务业或临时性工作来维持生计。还有一些索性赋闲在家，成为尼特族，一纸既未升学，也未就业或接受职业训练的闲散青年，生活仰赖父母接济。当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时，让这些年轻人去谈成家立业，自然只是纸上谈兵。再来是高不可攀的房价，对于年轻人而言，买房几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以台北都会区为例，一间小小的公寓往往要价上千万元，新鲜人即便省吃俭用，要存下头期款也得好几年，更不用说背负动辄20-30年的沉重房贷。有统计指出，2025年第一季台湾房价所得比已经超过10倍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房价相当于平均年收入的10倍以上。这意味着普通上班族即使不吃不喝，把10年的收入全拿来买房都嫌不够。对许多月薪只有3万出头的年轻家庭来说，买房根本不现实，甚至连租房都可能压得人喘不过气。现实中，不少年轻人坦言自己的收入仅能养活自己，完全无法负担房贷或额外养家的开支。有近一半的受访者直言，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。超过60%的人表示，如果父母能在自己结婚时提供房子住，他们才会更积极考虑踏入婚姻和生育的阶段。换言之，房屋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，已经成了一道无形的结界，挡在婚姻和生育的门槛之前。早在1990年代，台湾就曾掀起所谓无壳蜗牛运动，一群年轻人手带蜗牛壳模型上街头，抗议高房价对他们生活的压迫。然而数十年过去，房价不降反升，年轻世代反而更难负担自己的房子。这种对未来居住正义的无望，直接导致许多人选择放弃买房的念头，甚至不愿离开父母提供的安稳窝。除了金钱之外，现代年轻人在时间和精力上也面临巨大的压力，职场竞争激烈，不少人每日工时长、责任重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已经疲惫不堪。下班之后，他们只想休息放空，周末也想追回自己的生活，哪还有多余的心力去经营感情或筹划家庭？恋爱需要投入时间陪伴，婚姻和育儿更需要长期的精力付出。对每天为工作耗尽精力的上班族来说，谈恋爱甚至成家，往往力不从心。与其勉强自己社交、约会，很多人干脆选择维持简单的单身生活，至少自由自在，不用承担额外的情感责任。另外，职场对已婚或育有子女的年轻人并不友善，也是许多人生怕婚育的原因。尤其是女性，往往担心一旦结婚生子，工作机会和发展会受到影响。在缺乏完善托育支持和弹性工时的环境下，职业妇女很难兼顾家庭与事业，这导致不少女性宁可选择不婚不生，避免将自己的人生困在两难局面中。同时，男性如果承担养家的传统压力，也会因经济负担过重而对生育却步。如果连自己和伴侣的生活都过得紧绷，又如何敢迎接新生命的到来？除了经济与工作的因素外，许多年轻人对婚姻本身也抱持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。现代社会强调个人自由与生活品质，不少年轻人认为婚姻意味着束缚和责任，可能影响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享受单身的自由，不想被婚姻的枷锁限制。有人坦言，与其结婚后为柴米油盐和对方家人烦恼，不如维持独身来得轻松。一些人成长过程中目睹父母一辈婚姻的不幸福，例如父母经常争吵，婆媳不和，因此对婚姻产生恐惧心理。另外，
社会风气的改变也给了不婚族更多信心。过去单身可能被视为异类，但现在选择不婚不生的声音越来越多元。不婚不生，快乐一生的调侃流行语正反映了这种心态。当单身万岁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座右铭时，婚姻对他们而言自然就不再是必须踏入的人生阶段。当努力也无法换来理想生活时，许多年轻人干脆选择降低人生目标，兴起了所谓躺平风潮。躺平意思就是不再拼命竞争，而是以最低的欲望和最小的付出过生活。与其拼死拼活却依然买不起房，看不到未来，不如干脆不去奢望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，把生活维持在自己勉强过得去的水平就好。没有奢望就减少失望，这成了一些年轻人的自我保护心态。还有一些人则奉行所谓佛系态度，对事业和感情都看得很淡泊随缘，不强求升迁发财，也不主动寻找伴侣，抱着有也可以，没有也无妨的心境过日子。这种佛系人生观让他们在压力重重的环境下勉强保持内心平静。为了减轻生活压力，寻找自我价值，不少年轻人转而把精力投入个人兴趣和当下的生活品质，而非传统的成家立业。例如，有一位30多岁的何先生，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住在父母家，省下了每月一大笔房租开销。他把省下的钱用在自己热爱的事物上，包括健身、旅行、购买摄影器材，偶尔也给自己来一场按摩放松身心。一个人也能过得多彩多姿。他坦言，以自己有限的薪水，买房早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单身久了也习惯一个人的自在，不太想为了交往而刻意改变或迎合别人。并非他没看过家庭生活的幸福，只是他认为人生没有非得循着结婚生子的剧本走不可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活法才是最重要的。事实上，长辈口中那种大人样，对今时今日的年轻人而言已不再适用。这一代人对成功与成熟的定义正在转变，他们并不崇拜传统意义上那套升迁有房、有车、有小孩的标准模式，反而认为能够平衡好工作与生活，并拥有时间培养兴趣，照顾身心健康，找到让自己感到充实快乐的生活方式，才是真正的成熟。有调查指出，现在许多年轻人最向往的是追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，而不仅仅是赚更多的钱或获得社会认可。在他们看来，只要能掌控自己的时间和人生节奏，即使没有传统意义的家庭和事业，也是成功的一种。然而，年轻世代集体的不婚不生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个人生活选择而已，它正深刻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。台湾已经连续多年出生率下跌，人口开始负成长，快速迈向高龄化社会。2025年新生儿数跌破11万，远低于自然死亡人数，这被视为重大的人口危机。当年轻人不生小孩，社会的未来劳动力将严重不足。想象20-30年后，现在这批不生小孩的年轻人逐渐步入中老年，届时劳动力人口锐减，社会整体经济活力下滑，创新动能减弱，国家竞争力也将受到影响。少子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学校招生困难，许多小学、中学可能因生源不足而被迫裁撤，教师面临失业，校园和周边商圈也会随之萧条。随着高龄人口比例不断攀升，老人需要的照护和医疗资源支出暴增，而年轻劳动力人口却减少，养老保险和医疗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。劳保、健保财务恶化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，因为缴纳保费的年轻人变少，但领取年金和需要照顾的长者变多。长远来看，这种上养下少的人口结构恐怕难以维持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不婚不生现象也意味着家庭这个单位在弱化。传统上，子女是父母年老时的依靠。然而，当越来越多人终身未婚无子，将来势必出现大量独居的高龄人口。他们年轻时或许享受单身生活，但进入老年后，可能面临无子女照料、孤独终老的处境。如今，有些年轻人被称为啃老族，但数十年后，他们的父母离世，自己步入老年时，又能依靠谁呢？日本社会已经出现所谓8050问题的沉重案例。
80多岁的老父母还得照顾50多岁仍未自立的子女，一旦父母不在，这些原本靠父母生活的人将陷入困境，这无疑也是台湾未来可能面对的隐忧之一。其实，台湾面临的这些问题在东亚国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。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跌破1，创下全球最低纪录。日本的终身未婚人口比例不断攀高，被称为未婚大国。可见不婚不生已成整个东亚社会共同的趋势和挑战。可以说，年轻世代的不婚不生不离潮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，而是整体社会问题的缩影。它反映了经济结构、劳动环境、房屋政策、教育与福利制度等多方面的不足。这绝非年轻人一代的坚持或固执，而是他们在现实中做出的不得已抉择。然而，这样的集体趋势若不加以改善，带来的后果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扭转这股趋势，让年轻人重拾对未来的信心呢？关键还是在于整体环境的改善。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生子，也不是甘愿一辈子啃老，而是现实条件让他们难以迈出那一步。调查显示，只要经济环境转好，薪资提高，房价回落，多数年轻人其实愿意考虑婚育。因此，政府和社会应该致力于营造一个更友善年轻世代的环境，包括提高薪资水准，抑制高房价，提供可负担的住宅选择，推动职场友善家庭的政策，例如完善育婴假，提供托育资源，推行弹性工时等，降低养儿育女的经济门槛。只有当年轻世代看见自己努力工作也能负担得起未来，才能够安心规划人生大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少子化与青年困境的问题，近年来陆续推出了多项措施，例如发放生育奖励金，提高育儿津贴，推动社会住宅新建，提供青年租屋补贴，以及鼓励企业缩短工时，提高薪资等。然而，对许多年轻人而言，这些措施仍显不足。毕竟，如果基本的高房价与低薪结构不改变，光靠补贴与奖金无法消除他们对未来的担忧。一些人甚至戏称，与其发钱鼓励生小孩，不如先让我们有钱养活自己。可见年轻世代期待的是更根本的改变，而非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短暂措施。此外，社会观念的调整也相当重要。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检视传统对成功与幸福的定义，不必再以几岁一定要结婚、生子、买房来框架人生，而应该尊重每个人不同的步调。同时，长辈们也需理解，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世界和过去大不相同，他们面对的压力与挑战是前所未见的。与其嘲讽他们30而立变成笑话，不如给予更多的体谅与支持，协助他们渡过难关。总而言之，30而立在今日台湾并不是单纯一句笑谈，它折射出的是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困境与叹息。这背后有经济的无奈、现实的挣扎，也有价值观转变带来的挑战。年轻人没有选择出生在什么时代，但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。我们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份子，应该倾听这份集体的焦虑与绝望，并思考如何一同改变现状。唯有当体制和环境做出相应的改革，让新世代能够真正负担得起自己的生活与梦想，或许有一天30而立这个观念才能重新回到现实，而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